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下有关肖战的新闻。肖战粉丝呢自制跟工作室要小面包视频漫画合集。之前呢，肖战工作室发布的日常见肖战之北京小吃篇里，肖战吃小面包的视频没有放出来，只放了肖战吃豆汁等食物的视频，这也成了肖战粉丝小飞侠们念念不忘的视频。最近呢，肖战工作室粉丝达到了700万，粉丝们呢纷纷向工作室讨要小面包视频。来看看这些可爱有才的粉丝们自制漫画合集，手绘未上色漫画。小面包好吃吗？战战，好好吃哦。Q 版肖战头上枕着一个超大面包，周围也被小面包包围。坚果小可爱还戴着眼镜，超酷。这张漫画更趋向真人，有点日系的感觉，温柔的媚眼。不知道肖战平时有没有吃到他喜欢的小面包。 Q 版肖战围着兔子兜，拿着小勺子大声说小面包小面包，最后送上来的居然是个胡萝卜。小兔子要生气了。睡梦中的 Q 版肖战和坚果一起躺在床上，屁股下还压着小肥侠。毛栗子野哥吊着小面包缠着他，太可爱了。粉丝们真的是非常有才啊，画的可爱又温暖，看完心里暖暖的，满满的都是爱意。所以小面包视频什么时候会来呢？我们还是拭目以待吧。好，我们再来说第二条新闻，就是肖战粉丝呢公益不断，可偶像本人呢却很少露面。如今呢，肖战粉丝已经遍布全国各地，更是做了不少公益项目。比如近期肖战粉丝发起的活动，捐冬衣送学具主题公益活动，这也算是为社会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而肖战本人呢，还是输入计划爱心倡导者。确实，肖战粉丝从去年起就做了许多公益项目，而这也是肖战粉丝事件爆发后，肖战本人正向引导产生的结果。当然了，如今肖战已经很少露面，只是简单的接一些广告代言，在双11的舞台上都没有见到肖战的身影。而肖战呢，也做了双11某品牌的代言人。虽然品牌大卖，可是肖战因为粉丝事件影响，如今已经很少出现在公共场合，而且电视剧作品也是许多部未能上映。其实如今来看呢，小飞侠们确实做了不少公益，但是肖战怎么才能够重新回到正常的状态呢？至今呢也没有能够找到一个很好的方法。其实大家也不难发现，如今偶像明星当中，肖战的粉丝非常难当。肖战作为一个流量时代的所谓的工业产品，显然呢是大获成功，连刘德华、成龙、吴彦祖这样的国际巨星也没有如此大的烦恼。可能这就是实力派与鲜肉派的差距所在。如今呢，鲜肉派已经成了一种潮流，而肖战的粉丝呢，也是捐过书、买过牛、保护濒危动物等社会公益活动。可见肖战的粉丝还是相当正能量的，而且非常有爱心。那么问题来了，肖战粉丝为什么会被黑呢？其实这就是一个饭圈运营问题。肖战呢属于顶流，且粉丝量大。俗话说得好，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肖战粉丝呢也不例外，难免有些粉丝在行为上稍有欠缺就被盯上了，而由此引起了一场粉丝批偶像的战争。这场战争呢牵扯到了流量，甚至牵扯到了粉丝氪金行为，而肖战呢就这样不明不白的被出圈了。如今呢，肖战更是很少露面，连过个生日呢也掀起了一场波澜。但是不管怎么说，肖战粉丝真的是非常的棒，因为你做公益这个事情，感觉这段时间没有比肖战粉丝更厉害的了。好，我们再来说一个有关肖战黑粉的新闻，就是肖战的黑粉头子被抓，账号呢又有新人接手，是不是卷土重来呢？喜欢上网的朋友应该是从今年的2月份开始到现在，一直不间断的在微博上呢能够看到肖战的名字，而且呢还都是一些不好的事情，另外还会带上粉丝群体。确实从去年凭借陈情令的这一部剧大火，他就从小透明一跃成了娱乐圈的顶流，接到的商务资源呢和影视资源非常多，这是典型的树大招风。紧接着一波造谣黑粉就来了，
当时网上开始不断的有营销号晒出他以前的微博截图，另外还有攻击他的颜值和家人朋友等等，就像是一场网络瘟疫一样，把微博搞得乌烟瘴气。这里面起到领导作用的就是那个名字叫做打不死的爆裂风车。虽然不知道账号后面运营的人是谁，但可以看出来他的言语之间透露着偏执黑暗。而且这位不只是在微博上领导一众黑粉们攻击肖战，还涉及到了攻击国家机关和中央媒体，似乎就仰仗着国内现在对于这一点没有非常完善的法律，才会如此的猖狂。关键是他的粉丝数量还非常的多，如果点开每一条微博的评论，就能感受到什么叫做不堪入目，让人难以想象这样的言论是怎么说出来的。其实爆裂风车一直都有在煽动黑粉出来咬人，之前甚至提议要是被抓就自杀，这种有毒言论呢实在是反社会。也正是因为如此呢，引起了公愤，他最后呢还是被关闭了。因为在微博上长期的聚集黑粉，造谣扰乱法治，所以肯定是按照社区规则处置，确实是大快人心。不过呢，这也并不代表它会完全消失，就像是野草一般，如果不连根拔起的话，等到事情平息一阵之后，就会再次卷土重来。因为据传爆裂风车的其他账号都已经开始有人接手，并且更加来势汹汹。近期呢，在热搜上一直挂着的小说作者墨香铜臭就是如此，基本上都是黑粉在骂，言语很是激烈犀利。网友们呢，根据指引发现又出现一个震惊风车。墨香铜臭呢被抓这一事件就是由他开头引导的，文章最后呢又艾特了肖战，并且还配上了一句假的来告，真的炸号，实在是让人无语。网络环境何时能铲除这些活在黑暗里的人？希望国家的法律真的让他不再猖狂。好，我们再来就是说，肖战其实什么都没有做，但却被抵制。作为娱乐圈中新晋的当红小生呢，肖战拥有着超高的流量和知名度，但是从227事件后就一直承受着争议和黑粉的骚扰，导致肖战虽然具备顶级流量，却总被一些人抵制着。在娱乐圈中遭受网友抵制的明星有很多，但是肖战绝对是其中最惨的一个。毕竟被遭受抵制的明星大多都是黑料，或者是有实质性的错误，而到了肖战这里，非但找不到肖战本人实质性的错误，甚至被挖了近1年依然是零黑料。只是那些喊着抵制肖战的网友，虽然一直拿不出肖战本人的实质性错误，却是总给肖战扣上失格艺人的帽子。而遍观肖战从出道至今没有任何失格行为，且一直是不忘初心，带领粉丝支持慈善公益，且慈善总金额更是可以位居娱乐圈前列。只是这些善事和爱心对于那些喊着抵制肖战的网友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因为他们说这是肖战利用慈善洗白。是的，做慈善他们说是洗白，零片酬出演特殊电视剧作品他们还说是洗白。可是洗白首先要有黑料呀，被挖近1年的肖战依然零黑料，没黑料需要洗什么白？而且看看一直扣给肖战的黑锅也挺可笑的。陈小晨事件、粉丝氪金事件，一直到生日时的川美事件，这些在网络上给肖战带来争议的事件，最后都是官方媒体澄清肖战没有一点错，却因这些黑锅而遭受争议，甚至影响了很多路人对肖战的印象。当然，那些喊着抵制的网友可能会怎么说呢？可能会去说肖战没错，是因为讨厌肖战粉丝，所以才讨厌肖战。其实呢，每一个肖战粉丝呢，都会确实是有不理性的人，甚至有的一些呢，都不一定是明星的真粉丝。看粉丝群体，或者是定性一个粉丝群体，应该是去看主流的行为，而不是因为某个或者冒充粉丝故意引战人的言行而定性明星的粉丝群体。那些喊着抵制肖战的网友呢，总是把激进网友和冒充者归纳到小飞侠行列。真希望这些网友能够明白，大多数的小飞侠呢，一直都在默默地跟随肖战的脚步，支持公益，温暖他人。坏事没做，他们硬说是肖战做的；
好事肖战和粉丝做了无数，他们硬说是洗白。当然呢，娱乐圈里最惨的明星真的是非肖战莫属。这个事情呢，我也要说一下，因为有些粉丝呢，肖战的粉丝呢，在我的视频下面留言，说是确实是比较过激。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正常的普通人，如果说看到这个东西呢，他肯定心里会特别反感，说实在是非常的反感。反感的时候，他就会不自觉的去上升到你的这个，你比如说你喜欢肖战，那他就会上升到肖战这个点上去，因为下面留言的你是他的一个粉丝，对吧？就算你是可能你并不是真的喜欢他，但是你说了一句，就是怎么说呢？肖战是没有一点点的坏处的，肖战就是一个神人，就是一个完美的人，对吧？就给人就会有这种印象，就是我不管说肖战什么东西，肖战就是在你的心里就是一个完美的神，对吧？所以说，其实很多人心里可能就是不舒服这一点。然后呢，你是一个下面的一个粉丝，就算你是黑粉吧，其实有些人很难去判断他是真的粉丝还是黑粉，但是呢，就会慢慢的，因为你带着肖战这两个字，我所能想到的可能就只有肖战，因为你的粉丝我又不知道你姓什么叫什么，对吧？所以说这就会引发很多人的这种都觉得啊，肖战粉丝都是一些什么什么什么类的人，可能10000个里面的人，举例的10000里面一个人可能有多一点，按照20个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剩下的这些人都依然是正常的，对不对？但是因为这21个人，就会造成了很多的这种，有些人产生这种反感。但是呢，你又很难说这20个人是不是有18个是真正的肖战粉丝，有2个是黑粉，这是你很难去判断的。好，今天有关肖战的视频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